两位跟我们现场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有请来娃娃。Hello， 大家好，我是戴露娃，在《画梦录》里面饰演的是许愿真，一个天才画家。欢迎娃娃11。大家好，我是唐诗逸，在《画梦录》里面饰演银行总账江心宇。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看评会现场。我听说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还准备了2句应援的口号来，娃娃，我们的粉丝朋友这边靠近我一点好不好？有请娃娃往这边来一点，来，请来迎接我们粉丝们的口号，来3、2、1。是我的口号，我喊吗？怎么害羞了？口号来，是哪位粉丝朋友要喊来着？准备好啊，不要害羞，大声喊出来！来，3、2、1。戴露娃，可以叫我姐姐吗？原来是这句话，怪不得这么害羞。可以吗，姐姐？问你呢？问你呢？可以。姐姐，两位都是我的姐姐。好，谢谢这位粉丝朋友。好，我们11的粉丝朋友是不是也准备了？对不起，还是我特别喜欢你们两个。2位的粉丝啊，来，3、2、1。唐诗逸，我的心是可以被你捂热的。谢谢这位可爱的粉丝朋友啊！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跟大家聊聊我们这部剧，聊聊角色吧，好不好？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告诉2位啊，我们看的是60分钟，这个其实贯穿始终的一个精华版本，大家也知道大概的角色和剧情了。然后我们这次娃娃饰演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天才画家，对不对？对。那这次为了饰演这个天才画家，做了哪些特别的准备吗？然后有没有一些关于这个准备的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大家已经看了60分钟，但是可能，看了一些很精彩的画面，也有一些更精彩的还没有看到。那前期可能许愿真作为一个自主在街头流浪的画家，还没有遇到江心宇之前，其实他的生活可能就2点一线，监狱啊，然后他的外摆渡桥。其实就很简单，但在遇到江心宇之后，才变得不一样。所以，而且这部戏对于我来说，难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画家，所以他又是画了水彩画的话，我之前想的是可能是油画的形式嘛，我们拿那种水彩笔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变成了毛笔，所以我就觉得你的毛笔的握笔方式，你怎么去蘸墨，其实都需要重新去学习的。你觉得难吗？我觉得就是他有的时候2个笔画的时候，就是开始换的时候挺难的。我觉得那个跟姐姐那个练习的硬币有异曲同工之处，她是每天在那练硬币，然后我是每天在那练习转笔啊、换笔这种。其实除了这个关于画家相关的，好像有一些关于国画的，比如那个刚刚我们看有一些绢吧，来去拼绢的这样的一些小技巧，好像也是需要练习的，对不对？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跟你一样，我们都把那个字念成了绢，其实是绢。对，但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应该是每天就是我们在拼绢。我们刚刚也看到一些很多细节的这个画面啊，包括有一个镜头，哇，是一个很特写镜头，然后真的两个卷，然后拼到了一起的时候，感觉还蛮震撼的，有一些非遗的记忆在里面。而且那个是找老师傅，就是在现场亲自教我们的。其实那场戏大家看起来很短暂，但是要把这个过程拍得准确、拍得全面，其实花费了挺长时间的。相信不只是娃娃这个角色有挑战啊，11这次角色是不是也有挑战？因为我们也看过11老师之前的一些电影，然后这次挑战我们的网络故事片。那这次有什么表演上的不一样的感受吗？关于这个江心宇的角色，有没有一些饰演的经历跟我们分享的？我觉得，对于电影和网络故事片，可能比较大的一个感受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影片的时长还是要比电影要长很多，所以其实在这整个故事，我们怎么说呢？说不明白了，等我一会儿。就是因为它的时长还是比电影要长很多，所以我们人物的情节，然后故事它可以展现的人物的多面性会更多，然后我们所在中间可以呈现的人物也会更细腻一些。那这个角色有哪一点最打动你？我觉得我初看剧本会认为江心宇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但是到最后让我触动的是她的心还留着一丝天真。
哇，所以这个两个角色真的值得大家，到时候我们腾讯视频上映之后，大家再去看这个完整的正片，肯定跟这有更加不一样的感受了。刚刚聊了一下这个角色方面，其实两位这次也是据我们所知是第一次合作，对不对？那其实两位都有很多很优秀并且大家都熟知的作品，两位有看过对方的作品吗？然后对方的见面之前的第一的网络初印象是什么样子的？网络初印象就是因为我对姐姐的初印象就是非常厉害的舞蹈家，因为我很羡慕会唱歌、会跳舞的人，就是我觉得能在一个领域里面做到顶尖是非常非常令人值得敬佩和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听听姐姐对你的第一印象好不好？其实我看过娃娃演的电视剧，然后我第一次在网络上认识她是因为暗恋这个角色，然后后来又看到了福令的角色，我觉得还是反差非常大，演得非常好，对，就像许愿真的前后一样。刚刚说到这个前后，我们刚刚确实最后几分钟我们看到之后，突然开始高能反转起来了，我们还沉浸在那个反转中，然后就灯光亮起来，真的就是真的，他们看到反转了，我都没讲。其实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就开始反转起来了。我都没敢讲最后那个花都在这儿。没事，今天大家就不剧透了啊，都不多剧透，但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多多分享啊。好的，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初印象，那最后完成这个作品之后，拍摄完之后，发现最后的印象、中印象和初印象有区别、有变化吗？其实我拍到一半就发现有变化了，因为我觉得就是能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的人，就是应该很严肃，就是会怎么说呢，让人觉得会很有气场、很害怕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俩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拍溺水那一天。我反而那天觉得她特别可爱，就她像一个小女生一样，两个人裹着那个毯子，然后这样就靠在你身上的感觉，就特别可爱。我觉得就完美诠释不同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她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但是拍起戏来就非常认真，完美贯穿所有的两个角色。而且刚刚那个娃娃分享的这个很严肃，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江心宇这个算是银行的总账，对不对？确实霸气十足，在我们的这个剧中也是很霸气的感觉。那刚刚娃娃也提到这个落水救人的这个情节，关于这个情节，其实我们路途网络上也很火啊，大家都在讨论。所以关于这个救人的情节，有没有一些现场拍摄过程中趣事跟我们分享的两位？那个。其实那一天晚上特别有意思。其实姐姐那天是在给我听我的脉搏，就是救人的时候，对，听脉搏。然后第二天有没有呼吸声？是，人说啊，他说这是救人的时候是人工呼吸吗？我俩说这不是的，就是那个听那个互相的脉搏，就很正常的那种急救。但是那场戏最后，其实我觉得那个车灯一打拍过来的时候，真是有种就是他是能给我一个依靠，能给我一个安全感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是他背着那束光，然后他是身后发着光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哇，一看到就好想跟他走。我们网友们超期待这一幕，但我们其实刚刚提前解锁了一部分啊。我们诗意呢，关于这场戏有没有一些难忘的拍摄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当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是一个晚上嘛，然后天气还挺冷的，然后我们拍完之前的一场戏就要做一些水的造型啊，然后让自己都打湿。那其实我觉得让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娃娃她刚开始就是因为化妆师就会很细腻嘛，然后一点点给你弄湿，然后娃娃就直接拿一桶水说快一点儿，全部洒在头上。然后我一看她，我说啊，她都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哇，假发套自己一撕，然后我们俩就上去了。两个人就是每个人后来抱着一桶水，哗，就自己往身上浇。对，觉得还是印象很深刻。所以整个剧拍的这么拼吗？对啊，我们两个，然后包括整个剧组，然后就不停的裹浴巾啊，然后整个拍摄，我觉得还是非常保护我们的，然后也拍得很尽兴。而且我看这个拍摄的时长应该也是每天蛮紧凑的，对不对？对，确实是，这个是在我拍摄里面时长算是比较短，然后在这么短的周期里面，戏量非常大的一部戏。但是我们看到大屏幕的呈现哦，在我们大荧幕上也是氛围感满满的，画质也超好，然后我们整个氛围啊，大家喜不喜欢？喜欢。
然后我们回去，我觉得建议一下，先这个小屏看一遍，大屏也可以再看一遍。哎，我们拍摄过程中已经这么好玩了，其实我们剧集中的名场面更多。两位有什么这个关于剧集的名场面跟大家推荐的吗？其实名场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最开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场戏，因为这场戏其实是从我们两个一开拍。就蛮期待的，大家都会想，就是两个人从落水倒出来，就是一是它很难拍，二它又是个晚上，三它又涉及到一些情感戏，所以就是我觉得它是各方面交织，然后是我们俩最期待前面可能要拍的这场戏，然后它也拍完之后带给了我们两个很大的惊喜。石英老师还有别的名场面跟大家推荐吗？没有，不用怕剧透，我们可以简单说一说，不展开聊了。我觉得就是。许愿真她的画被我买回来之后，然后她有一天就是画画入魔，然后她就觉得自己画的不够好，然后把所有的画都扔到壁炉里烧了。然后我就扑过去，想要把她最珍贵的东西捡出来。然后捡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那个火我真的是就去用手拍的，且当时就是手还烧得有点痛。但是我觉得正好就契合当下的心境。当我把她的画从壁炉里面救出来之后，我向她袒露了为什么要去仿造这幅画的背后的真实。我觉得那一刻是我对她整个放松下来了。是我发现其实两位推荐的不是那种很宏大的呀，或者很复杂的那种名场面，都是那种情感很细腻的，两人关系在不断的交织碰撞，然后在这个纠缠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比较走心的片段，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用心的看看我们这部马上上新的好剧啊！哎，是的，我们刚刚名场面聊完，其实大家发现两位专业演员就不愿意过多的剧透，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后面的不多说，但是我们背后的故事可以多聊聊。我们发现其实还有一些细节，大家没有注意，有一些其实是我们演员和我们团队一起设计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这个画笔盘头发，还有这个转这个阴阳的，就是那个钱币的这样的一些名场面。哎，所以这些名场面，这些设计的初衷是什么？练习起来困难吗？特别是我觉得好像那个钱币那个会困难一点吧。我觉得姐姐那个钱币的困难一点，因为她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可能是稍微小一点，最后拍的时候是特别大的一段。对，之前就是知道她要转阴阳的时候，然后导演跟我说要练呀，然后我就在家拿了一个1块钱的硬币，然后我就练，然后到剧组的时候突然这么大，大了不知道有3、4、5倍，然后我说哎这个怎么转？特别好玩。那盘头发好像也是一个设计的一些小细节，对不对？画笔盘头发。对，其实刚开始有纠结用哪一种，其实它分很多种，是你用多粗的画笔，然后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是油画的还是一些铅笔之类的，其实都感觉最后还是我们的毛笔最适合，然后那个才符合一个画家随手拿起一支笔画画的那个气质。哎，画笔盘头发这个为了不破坏造型，我们就不演示了。但是我觉得那个转那个钱币转这个阴阳，是不是现场可以来一下？两位现在都熟练吗？还是谁比较熟练一点？姐姐比较熟练，但是我记得吗？模仿她的时候，来，我们先让我们示意展示一下，好不好？看你能不能记得，先复习一下。我觉得可能已经没有当时转的好了。我们看一看。好捧场，一下就成功了。很符合这个角色身份啊。一遍比一遍熟练，看得出来。所以说，最熟练的留在影片里。娃娃会转吗？现场好像有教你，对不对？诗意有教给你。有，我在最后看他。我们让诗意分享一下这个技巧，然后现场教学一下，看能不能马上学会吧，好不好？就是它很大，它其实要保持一个平衡感，所以要从大拇指推到食指上。其实你看，它是一个手指能撑住的，然后再用中指把它掰过来，然后放在中指上，然后它还是能挺住的。然后这个手推，这个手压，翻过来，然后。来，我们的娃娃尝试一下啊。已经过了很久，确实是我不太行。我不太熟。哎，可以，哎，慢动作也完成了。我是慢放。好，帮我把这个我们的道具收一下，谢谢老师。但最后姐姐有一个特别帅，就是你在没拍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帅的那个把硬币抛起来的那个特别帅。来，我看到这个没看到。
可以了是吧？好，标的落地生落财。地那个就剪掉。来，感觉我们这个拍摄过程是不是也很欢乐？因为现在我们聊的时候就很欢乐。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他很可爱，有时候觉得他很帅，就哎那一下。其实觉得很帅的，我们还有很多台词是很帅的。我们也提前收到网友们想让我们两位在现场还原的一句台词，你们猜猜是哪一句？我可以叫你姐姐吗？是剧中的，是两位一个很简短但是很有力量的对话。是。一直这么赌，值得吗？一直这么画，值得吗？啊，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场里面结束的。是的，我们现场来还原一下，好，我们看看，找那个当时的感觉，可以吗？两位，来，哇，现场大家来着了啊！我看着上海滩，我看着你。哎，我们请这个制片人老师来喊个 action。一直这么赌，值得吗？一直这么画，值得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好看，哇，好有氛围啊，好值得，今天真的好值得来这一趟，对不对，大家？但是这还肯定不能满足现场这么多媒体了。你要大家来线下就想说，看看我们演员们除了还原剧中，能不能现场整这种活儿？有两位，一位北方人，一位南方人，我们要不要挑战一下方言版本的这么有氛围感的台词，看是什么样的韵味，好不好？我们示意是可以教一教方言，然后让娃娃来学一学，然后用方言完成一下。是我们俩用各自的方言，还是对方的方言？先用一遍东北话，再用一遍湖南话，行吗？啊，就我用东北话。你这样吧，娃娃先教示意东北话。啊，行。然后待会儿那个示意老师再教你这个湖南话。好。可能听完我这东北话就不太想。我们看看不一样的版本。我那句是你这么赌值得吗？突然觉得东北话跟普通话一模一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就你这样式儿能行吗？哦，下一句是。你这样式儿能行吗？然后，你这话能行吗？你这话能行吗？试试呗，试试呗。好，来，示意学会了吗？差不多吧。好，那准备好了，两位东北话版本的这个片段。哦。来，韦老师。还要进入情境。看着上海滩。你这么整，能行吗？你这么画，能行吗？试试呗。行。突然变成一个很喜感的一个片段了啊！那我们听听这个南方方言版本的，看会不会又是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好像更奇怪。我们觉得很有趣。因为我离开家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我说家乡话，感觉本来就有一点奇怪，然后再加上词儿更奇怪。我们尝试一下，其实挺好玩的。一直怎么都值得吗？哦，听懂了。一直怎么都值得吗？下一句是怎么说？都值得吗？差不多。一直怎么滑，值得吗？OK 我试一下，咱们晓得。可以哈，可以吗？还行，前面好像有点书面语。你试一下。试一下啊。试一下吧。来，我们张明老师，交给你。帅一点，这得帅一点。准备好了啊。还有道具。我的造型。好。好 ，Action。一直怎么都值得吗？差不多。一直怎么滑，值得吗？11号嘛。好。谢谢，掌声送给两位，太棒了。
哎，真的两位真的很有语言听，马上学马上来，现学现卖完全 OK 的啊。那其实啊，我觉得两位不仅是说得好，其实唱的也很好，因为我们剧中有人也献上了 OST， 是谁呢？是我。刚刚大家也听到了啊，我们听到的版本，我们看现场版本是不是更好听一些？可以还原2、3句可以吗？石宇老师，大家想听吗？想。超想听的，娃娃想听吗？想听，因为我没有听到过呢。最佳那个观赏位了。好，来，石宇老师。就其实我还蛮高兴的，就是上来回响就已经开了。我们音频老师这么专业的吗？我要开始了。好，需要我们找一条歌词吗？不用。好，直接来哈，来。窗外的颜色，忘词了，等一下。来，我们找找歌词啊，找找歌词给到两位，也是现 Q 了啊。好，我们现场搜一下，给到我们的石宇老师。好。哎，自己回忆起来了。好，来。窗外的颜色，后退沉沦，什么是善变？今何人？谢谢。谢谢，超好听的。我们也期待着剧集播出过程中，大家去剧中再接着听我们好听的歌声啊。因为这个是我，就是我觉得还就是挺高兴的，因为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唱歌，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有机会唱自己演的剧的 OST， 我觉得还蛮高兴的。虽然可能不一定唱的比专业的歌手好，但是我觉得把江心宇的心境一起唱出来，和画面融在一起，我也很感激。很动听，很动听。词儿是窗外的颜色，后退沉沦，什么是善变？景和人。哦，景和人，什么是善变景？很贴合我们这个人物和剧情，对不对？其实刚刚我们也剧透了，我们还有2位嘉宾也来到现场，我们下面掌声有请我们的总制片人武瑶老师吴总，有请我们编剧张明老师，有请2位。来。好，来2位拿一下话筒，有请2位。好，2位跟我们现场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有请2位。大家下午好，我是武瑶。大家下午好，我是编剧张敏。欢迎2位来到我们的看片会啊！哎，其实也有问题想向我们2位请教，因为这次其实我们挑战了一个新的网络故事片这样的一个题材，对不对？那对观众来说，其实也有一种新的观剧体验了。所以问一下2位，面对这样一次全新的冒险，我们2位为什么选择这个赛道？这次想做一些什么样的尝试，以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难题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我们现场来了很多业界的朋友以及我们的媒体老师们。哎呀，那这个就是说来话长了，因为其实《花梦露》这个项目或者《花梦露》这个剧本呢，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了。其实我们已经写了挺久，也写了很多，然后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其实一直在考虑，就是《花梦露》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题材、合适的体量把这个故事讲了。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呢。在没有网络故事片以前呢，我们其实没有找到特别合适，因为我们不想讲一个太长的故事，我们想这样的简短的、利索的，就是很美丽的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后来到了去年年底的，去年9、10月份的时候吧，就我们才知道说有网络故事片这种题材了，有这种体量的东西。然后我们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花梦露》，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把《花梦露》做一个网络故事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然后如果说遇到困难的话，其实困难就太简单了，困难就是没钱，就困难就特别简单，就是没钱。就是我们是一个就是以编剧为主的一个团队，然后其实我们以前没有这样专门做过制作，然后当想自己做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发现，就面对的问题很多，困难很多吧。最直接的事情就没有钱。然后这时候很幸运呢，就是碰见了腾讯视频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然后终于我们就终于把这个《花梦露》这个想讲了很久的故事，就终于做出来了。就是算是也是我们这个小团队制作这个事情上开了个小头啊。谢谢武瑶总的分享，也再次恭喜啊，我们这边马上要上线了。我们听听张老师。
其实这个故事片对我的创作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好，那这次也是，就是我的恩师其实是武瑶老师还有翟老师给予我们的一个机会去主导去创作这个事情。然后其实故事片它的刚才其实娃娃老师还提过，那个康康老师提过，就是它虽然它比电影的时长要长一点，但其实它的观看习惯还是电视剧的观看习惯，它分级观看，所以我们在设置悬念的时候还是要按照每一集每个阶段3个部分去设置。然后其实对于我们创作团队来说，就是3集的这个网络故事片，它篇幅有限，然后其实我们更想保留的是它的格调。就是像刚才那个我们的吴总他提到过，就是我们想把一个事情很美丽的给它讲述出来，然后保持它的格调，然后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哎，我们这里面人物的命运的咏叹，这个是我们最想去做到的事情。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挑战，因为它的篇幅变短了嘛。是的，但是就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成片的质感来看啊，虽然刚刚武瑶总也说了我们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呈现的不管是这个置景啊、灯光、画面，还是很美、很有氛围感的。我们都在我们的作品上没有去这个因为一些困难而有一些减分，就是很好的呈现，真的很幸很棒运，就是我们这次就是碰见了这么多好的主创，然后我们自己也觉得运气很好，然后希望大家也能喜欢我们这个片子。大家刚刚也都表达很喜欢。2位其实是不是可能没有时间看到成片，但也看到一些我们预告啊，包括片段，对不对？觉得这个当时拍摄和看到这个最后呈现的这个正片的片段，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我觉得它是超乎我预期的，就是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可能最多只能看个回放，没有办法看到它怎么完整的剪辑在一起，前后的逻辑关系以及最终的画面呈现。但是我觉得我看完，就是现在放出的物料，我会觉得我们所有的虽然说是因为可能经费紧张的原因，但是我们拍出来很贵。就是你看姜真宇的衣服每一套，就是它的格调啊，就是非常符合他银行就是总账的那个身份。包括许认真，他虽然是一个流浪的画家，但是也并没有感觉他穿的就是破破烂，反正就还是挺有气质，还有我们这个格调在的。所以它最终呈现效果，就2个人在一起的那个画面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有质感。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超乎我们最开始的期待非常多的一点。是的，这就是我们主创们的智慧和磨合，在我们弹药没有那么充足的情况下，怎么打这场好仗？我们现在看见，目前啊，大家成绩是喜人的。好，我们看一下诗音老师有没有一样的感受呢？就是我们拍摄过程中啊，跟我们看我们成片有不一样的感受吗？其实我看了一些路透，然后包括我们俩同框的，或者是我自己的有一些场景，就是我自己的就很美，然后我跟他的，其实我们在同框的时候，2个人的人物个性特色其实都很鲜明，然后我们又非常好的融合在了一个画面里。我觉得把2个人的特质就是紧紧的抓在一起，我也很期待，就是当我自己看到整个成片时候的样子，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期待。一起期待一下。那如何期待呢？我们也请我们4位主创，每人一句话放个钩子，让大家全网的朋友们，现在帮我们记录啊，全网的朋友们一起来看我们这部剧，好不好？我们一人一句话推荐。其实我们画梦录看似是讲的一个我追他逃的关系，但实际上呢，大家再去看看怎么样呢？诗音老师。江心宇算尽天下账，留于一寸心，请大家期待。哇哦，我要走。这是一个关于共犯和命运的故事，你应该进来看看。假作真实，真亦假，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探索到底是哪一部，欢迎大家来看。哇，谢谢我们全网朋友们啊！看到我们推荐语，赶紧来看一看，看看这到底是部什么样的剧啊！我们今天现场来了很多我们的媒体老师们，我们看媒体们有什么想向我们4位主创请教的啊？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王泰若，有请这位媒体老师，有请。好，这边。你好。我这个问题是提问戴露娃的。就是许彦真从前期落魄画家到后期最终的一个 BOSS， 反转极大。想问一下，在演绎的这个2个阶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设计一些特别的小细节？谢谢。
它前后的反转其实是，我觉得最大就是最大骗的就是他敢于交出真心吧，就是我用我所有的真诚，然后去，做了一场我认为的骗局。所以说，前面2集大家看到的许愿真可能是相对在2个人关系，比较弱势的一方，可能到最后，3集结尾一点点的时候，大家才会觉得，哇，其实他前面是看似是在低位，实际上他一直是那个纵局者。好，谢谢您的提问，也谢谢我们王王老师的解答啊。确实我们还蛮期待，特别我们现场看了一点点，然后又不知道什么结局的时候，真的这个抓肝挠心，好想赶紧解锁啊！不要急，我们过几天就要上线啊，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腾讯视频。好，我们再有请到的下一位媒体老师是金鱼，有请。谢谢。首先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样的民国妆造，然后第一次有路透出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还挺喜欢的。然后我有朋友都给我发信息说，哇，你最近那个拍了什么东西，好美啊！对，然后我觉得挺荣幸的吧。然后饰演到这个角色，然后导演啊，还有剧组的造型老师，然后帮我把这个角色从服装上已经放在那儿了，然后在我自己再进入角色的时候会更加的快。我觉得这都是整个剧组的功劳，然后谢谢我们组给了我一个美美的国民妆造。就是2个字，感谢，感谢。是的，我们也其实很多，不管是朋友还是我们2位的粉丝，其实都很希望说，我们美女们就多多尝试不同的角色造型，多多出片，让我们好看的作品啊。对。好，我们看的下一位媒体老师是追影笑笑生。我想问一下那个戴露娃跟唐诗逸老师，就是剧中有很多名场面，你们各自觉得演得最过瘾的是哪一场戏？那我说一个，除了刚才那个。提到的另外一个吧，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片子里出现的，可能就是，最后我们2个在迷宫的一场戏。那场戏其实我们2个从走戏开始到包括最终，演完1遍2遍的时候，就是还沉浸在最开始那份感动啊，然后和对这场戏，我觉得是写得很好。2个人是从那一刻开始，真的是，我可能看到了你的真心之后，2个人开始慢慢的再次信任上彼此，然后又重归于好的一个关系。其实那个对于我们2个的关系呢，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也是很重的一场戏，大家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是哪一场？就是我们总结那叫镜子迷宫一场。镜子迷宫，好，大家期待一下。诗逸老师。我也讲一个，其实我印象比较深，演得比较爽的，其实是有一场，江心雨结束的戏。这个时候许愿真已经走了，但是她留了一幅她从未展现过的画，留在我的卧室里。所谓的人不在，但是所有的一切都留在了这儿。然后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我记得。因为江心雨在整个剧里面是没有哭过的，然后我也希望把她最后的东西留在她百感交集的那一刻。我觉得那一刻她是不自觉的哭的。然后我们在最后现场拍摄的时候尝试了很多种的情绪表达，然后整个时长我记得第1条演下来有7分多钟。我觉得好像是把江心雨的一生都演了一遍，我觉得也是演得特别过瘾。那也承载了江心雨和许愿真从相识到最后是不是分开这一系列的经历。最后还放个钩子，是不是分开呢？最后我们需要去看。好，谢谢糖糖的分享。好，我们再有请到的是古朵。好，有请这位媒体老师。我想问2位主演老师，就是2位合作以来，就觉得对方和剧中角色。最相像的特质是什么？或者你们觉得其实还是比较有反差，表现特别让人就是出乎意料的？我觉得其实娃娃什么角色都能演，然后呢，在生活中他还是把他最本真的一面表现了出来。所以我觉得，不存在初印象和现在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是越来越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人。
觉得对方角色跟本人相像和不像的地方，对不对？大概这个意思。就是我是觉得每个人他一定不是单一面的，然后一个好的演员，我觉得他是能够驾驭各种角色的。首先他已经充分的完成了许愿珍这个角色，但我相信他肯定还有更多的性格面会呈现更多更好的角色。没事，你怎么说都是对的。看完姐姐紧张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姐姐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装扮就是我们组给她的造型来讲比较有攻击性的那个风衣啊或者什么，但是她一喊咔之后，姐姐就必会笑特别开心，就是而且就是她在细节上，我那2天感冒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姐姐突然有一天拿出来一个东西说。你吃这个，你嗓子不好，就他特别细心。我那天嗓子不好的时候，他从兜里就是掏出来一个药，因为那个药他买回来他得专门去买，他不是说随手点个外卖那种就能到的。我能看出来他是那种专门就是为了我去买的那个药，所以还是他外表之后的反差，又是一个细心、温柔、可爱的这种大姐姐。是的，我觉得这种反差其实现场也感受得出来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么霸气的江心宇，然后这么温柔漂亮的那个糖糖出现的时候，确实反差感也是拉满了。好，谢谢这位媒体的提问。我们再有请到的是先睹为快站台风这位媒体老师，有请。武瑶老师您好，我是站台风，我们好久不见了。真的，对，好久不见。是，今天真的很开心能看到您做制片人的这个作品上线那个腾讯视频。我呢也是先预祝这部影片、这部作品就是收视暴涨，口碑暴涨。哎呀，感谢，老朋友了。是，因为真的很好看。然后呢，也是趁这个机会呢，就是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双视角叙事，就是许愿珍和那个江心宇他们2个的视角都是有那个各自切换的，所以想问一下您，就是这2个视角各自承担了怎样的叙事功能？好，谢谢。就是我们这个故事，其实《画梦录》是一个关于看见的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看了很多的资料，就是了解到在那样一个不太好的年代里头，就是有一些特别优秀的女性，就像许愿珍这样的天才，特别有天赋的女画家，像江心宇这样特别有能力的银行总账，就是这样的女性高管，她们都是在一个就是以男性作为就是很有话语权的社会里面，她们希望自己能够被看见。所以我们的这个故事呢，其实讲的是这种民国的一些很有魅力的女性的群像，有许愿珍、江心宇，包括佘碧云、宋美兰，就是这些，她们都是一些特别有魅力、身上很有故事的女性。所以不管像那个许愿珍和江心宇之间，她们的这样的双视角的穿插，她们2个人在互相看见、互相发现，她们在彼此身上发现那个自己。发现那个被困住的、被压抑的、想要抗争的、在追求自由的、充满力量的那个自己。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关于他们2个人是共犯的故事。所以刚才我在推荐的时候，我说希望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片子，这是一个关于共犯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命运的故事。我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很优秀的女性形象或者女性群像在荧幕上或者在大屏幕上被大家看见。所以就是不光是我们这个戏，我希望我们未来也能有更多的就是专门书写这种女性故事的戏，就是所以就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画梦录吧，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谢谢我姚总，看见、共犯和命运3个字。好，我们再有请到我们最后一位媒体是我们的新剧观察。各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编剧张敏老师，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首先这个作品3集，篇幅非常的短，然后呢，它其实有双视角，然后也有非常密集的伏笔和反转，所以就想问一下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在剧作文本程度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谢谢。谢谢您今天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我们创作中就有一个比较反直觉的是，因为那个故事篇幅短，它要求变化多，但是变化越多，我们创作者要越有耐心，就是不要让这个反转空转。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观众不相信这段情节的发生，他没有跟角色共命运，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情节了，那么就没有产生这个逆转的效果，这就叫空转。然后因为我们想
主要就想展现的就是民国时期那些人物的那些女人们，那些天才女人们是怎么生存的，她们的痛苦，她们的欢喜，她们的无奈，她们的挣扎，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希望观众在感受到这些之后，然后跟他们一起共命运之后，再进入到下一个反转。所以我们在这块，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要一再的提醒自己说，这块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释放完全之后，再进入到下一个反转点上，就是这样。好，谢谢您的回答，我们期待一下我们后续的剧情的各种反转啊，反转再反转。也再次感谢我们4位来到我们的康片为大家分享，也再次感谢来到现场所有的媒体和嘉宾。我们有请4位移步到第一排，跟大家来一个大合影好吗？有请4位。